追查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假日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日的特别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前张渊舰长黄征辉，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中东的局势本来就很复杂，所以美国如果要介入中东这边的战局他恐怕也没办法一个人处理，所以他现在有敦促他的盟友积极的加入做一些行动。好，也就是现在传出川普政府的官员有在希望阿联酋来夺取伊朗的拉万岛，那海湾战争重塑联盟的格局。这是川普核心圈当中的官员有私下鼓励说这个阿联酋你在跟伊朗持续的冲突当中要有一个更积极的角色就是夺取拉万岛。好，拉万岛呢是伊朗在海湾的战略要地那阿联酋在4月初秘密军事行动当中也击袭了该岛。好，那当然美国的前驻阿联酋大使芭芭拉利夫就说，轰炸其实让阿联酋的领导人是以更鲜明的视角来看待世界，让他们看待事物的方式非黑即白，只有分朋友或是敌人。好，那大家可能对于中东的地区不太熟悉尤其是拉万岛到底在哪里呢？其实就位在这里。好，那当然，现在这个地点呢是伊朗能源出口的4大命脉之一，那也包含它是扼守赫姆兹海峡的军事前哨，确实对伊朗来说蛮扼控的。好，那它是在杜拜市西北的这个263公里处那杜拜在这里。好，那阿联酋如果试图要夺岛，其实大家会认为会以失败告终，那也会让任何驻军陷入永久围困的状态，甚至伊朗因为跟拉万岛很近嘛，也会重新的夺回该岛。所以阿联酋在想我干脆不要去夺这个拉万岛，我夺别的离我比较近的地方包含是这个西里岛，还有阿布穆萨岛还有法尔斯岛还有大通布岛以及小通布岛。那这些岛屿距离阿联酋是更近，那也曾是属于阿联酋前身伊海湾的酋长国。好，那直到1971年是被伊朗给夺取了。好，所以在这一个区域会不会再发生阿联酋跟伊朗之间的这个冲突我们也是要持续的观察。但是伊朗想拉邻国一同来报复伊朗，但是没有人跟。我们看到阿联酋总统在冲突初期的时候曾经寻求像是沙国还有卡达来参与对伊朗的反击行动，但是大家都没有给他一个回应，因为海湾国家领导人说他们不是他们的战争，他们不想卷入啦。那伊朗战争非但没有拉近海湾邻国之间的距离，现在看起来反而加深了彼此的裂痕。好，那赫姆兹海峡到底现在谁说的算呢？我们看起来还是伊朗嘛，伊朗呢，因为它公布了赫姆兹海峡航线管理的机制，那说对美国的自由计划参与者要关闭我们看到这是伊朗的议会国安委员会的主席阿齐兹他说在维护国家主权跟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之下，伊朗已经制定了一套专业的赫姆兹海峡航线交通的管理机制，而且在最近就会正式的公布了。好，那但是有跟美国参与自由计划的就会予以关闭。那现在欧洲国家想走赫姆兹海峡也不忍了，他们找上了革命卫队来直接谈伊朗的国家电视台有报道说有欧洲国家跟伊朗当局开始进行接触了就船只通过赫姆兹海峡的议题来进行协商。但是哪一些欧洲国家呢？在报道当中没有指明。好，那川普呢则是说习近平有同意这个伊朗必须要重新开放赫姆兹海峡。那川普表示习近平对于这个伊朗必须重新开放赫姆兹海峡，但是中方这边就没有明确的表示要介入此事。所以到底中方有没有讲这件事情大家也是满头问号。那当然也有人说川普是不是拉上了习近平在狐假虎威毕竟这一场仗他看起来打的是比较辛苦的。好，那傅聪是中国的常驻联合国代表，他则是批评美国跟巴林提出的赫姆兹海峡问题的决议草案，说他们的内容还有提出的时机都不恰当。那通过这项决议根本是无济于事。
好，那我们还是要看到川普说现在可以接受伊朗停核20年。那有人觉得他是对于伊朗永久弃核的立场是有松口的。好，这是他15号在空军一上的受访时有特别谈到，他说可以接受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那到底是不是一个改变立场的说法呢？我们看到伊朗的外长阿拉奇说我们对美国诚意始终是保持着怀疑。那同时我们已经就对莫斯科提出代为储存浓缩铀提案跟俄方来进行磋商，说核问题只会在谈判后期的阶段才会出现。好，如果一直都有在看伊朗提出一些这个方案的时候，就发现它都是用3个阶段来进行嘛。刚开始是停战，然后再来就是赫姆兹海峡，最后才是浓缩铀问题。所以阿拉奇才会在讲说，在谈判后期阶段才会出现的。好，那川普前脚刚走，中国马上宣布另外一个人也要到访中国了，就是普京。19号的时候，下周2访问中国。好，中国大陆外交部马上在川普离开中国之后就宣布，应习近平邀请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进一步的强化双方全面伙伴关系跟战略合作，还会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来讨论经济跟贸易合作。好，这当然有一些讯号存在。我们还是看到一开始因为现在呢，川普不要自己一个人，他要跟别人一起来跟伊朗对抗。他讲的就是阿联酋。好，我们问彬哥怎么看？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如果要去打这个拉万岛，那他就要想怎么结束这个问题。我觉得因为开始都很容易，对啊，开始很简单啊。以现在伊朗的军力，他要去空袭他，去炸他一轮，应该都也不难。那问题是你真的派了军队去占了这个岛，然后呢，大家看地图就知道，那个地方人家直接炮击你就好了，天天炮击你，你怎么办？所以怎么去结束这个局面？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不是单纯战争的问题，而是你要思考到后续的问题。那你跟伊朗结下这个梁子，对你本身到底有什么好处？就是对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来说，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就是美国一举颠覆了伊朗的政权，把伊朗的主导者变成一个对美国或阿联酋友善的一个国家。但是美国目前看起来做不太到这一点。那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你贸然去加入这场战事，恐怕对他不会有任何的好处，反而是在你身边服下一个大敌，将来动不动可能就会发生冲突。他触鼻 gay 表对啊，永远都在跟他对抗，就直接就在旁边了。对啊，对啊，所以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那我觉得这个阿联酋自己就要去思考看看，这样做到底对他有什么好处。那伊朗当然就是按照他自己的步骤来，他一方面跟美国拖，你要谈也可以，那你不谈我就跟你耗着，那我就开始想办法在荷姆兹海峡这边订立我自己的一套规矩。那当然现在双方都在撂狠话，就是谁参加美国自由计划，我就不让他过。那美国是谁敢这个去跟伊朗和谈或者协议或者缴保护费，我就不让你出来。对啊，双方就这样，你锁外面我锁里面，就是这样。所以，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注意到的就是，当中美一见面之后，中国就有3艘邮轮就出去了。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代表中国大陆是不是在里头有一些转圜的余地？那当然，这一次川习会也看到习近平也同意荷姆兹海峡应该要开放。但是问题来了，他同意归同意，他同意了之后，他有采取什么动作吗？有做什么积极的作为吗？目前我们看不出来。他也可能是我同意啊，但伊朗不开放，我怎么办？就这样啊，我是同意没有错啊，因为荷姆兹海峡开放对中国大陆当然也有好处啊，它的油源可以不用那么紧张啊。是，但对中国大陆来讲有这么急迫吗？好像也没有。为什么？因为它战略储有很多，它包括它肥料的储备也蛮多的，所以它看起来并不是那么的着急。那所以你会看到中国大陆在这一个态势上采取的是一个，我主张和平，我也希望你们坐下来谈。我当然也希望荷姆兹海峡开放，可是如果伊朗真的不开放，那我也没办法，对吧？因为荷姆兹海峡不是我管的，那谁惹出来的锅，谁就去负责去收拾吧。那反而是莫斯科这边恐怕是希望荷姆兹海峡继续关闭，因为这对他有好处，我又可以提高油的价钱，对我又不缺油，对不对？所以中俄的立场既然是相反的话，那就要看这次他们会面之后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决定。对，19号马上他就要访问中国嘛，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了。大钟教授怎么看？对，我们知道习近平从2013年就任国家主席之后，跟外国领导者会面最频繁的应该算是普丁，绝对是其中一位。是，那人经过统计如果是加上正式普丁的国事访问双方的互访，
在多边国际舞台上的碰面，还有在疫情期间的这种线上会议，两个人应该见面至少45次。如果再加上电话，电话可能是60次以上。因为这个中俄的关系是从1995年这个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开始一直升级到目前应该是中国大陆对外政策这种关系里面的最高级全天候这种新时代的这个全面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所以这不足为奇当川普前脚刚走，其实5月19号应该是早就已经安排好中俄双方代表说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在各方面其实都是这种合作或是这种互通都非常深厚。那刚才特别讲到说这个阿联酋或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因为的确有媒体在披露说美国很希望他去打这个所谓的拉万岛，或是占领拉万岛。我觉得占领的机会真的是微乎其微，因为它真的距离伊朗非常的近，它几乎是距离伊朗的海岸线才18公里，这要如何去攻占？当美国自己都对所谓的哈尔科岛，你看我们之前传了多久，那是真正具有更重要的战略价值，在这个波斯湾的内侧是一个重大的炼油设施、储存设施，还有这个港口码头。讲了半天，美国到现在都没有动手。那拉万岛虽然面积稍大一些，78平方公里，但是距离这个伊朗的本土太过于接近，的确是不太可能想见到说，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会出动地面部队要去占领它。那的确有一点，在4月份的时候有媒体报道，其实拉万岛上，因为拉万岛本身也是一个储油设施的岛，但是它重要性远远不及刚刚讲的这个所谓哈尔科岛。4月份的时候，其实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应该有对拉万岛做过打击，但是是点的不是全面性的打击，但是其实是攻击过。那至于这个波湾上面这个伊朗跟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有争议的那个3个小岛，我觉得基本上几率也不高。所以现在就要看这个美国到底是希望他的盟友要怎么去做，去分担他的一些负担。是，那盟友也可以选择不分担因为这个局势蛮复杂的征辉舰长怎么看？我这一次看到这个川普前脚走，这个普丁后脚就来，我就第一个想到说，哎呦糟糕，他来到底为什么事？当然很多人想到就是伊朗。一定来谈伊朗嘛？可是我想想看，他跟那个习近平有什么谈伊朗呢？因为这个习近平已经跟川普谈完了，他做了什么决定，不可能你再来我再去改变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谈伊朗的几率不大。然后我做了一个最坏的一个想象我这个想象就是我觉得我们国安团队也要自己去想一下我这个是一个往最糟的状况去想。我跟你讲，普京去跟习近平说什么东西，你知道？我们一起动手。我打第聂伯河以东的所有的乌东我收走，我就全力去打，因为现在欧洲的北约什么美国都是最脆弱的时候，伊朗也在那里，对不对？我打，那你呢？现在就动手武统，把台湾收回去。那所有的东西，其实你要讲，哇，这太大胆吧？怎么可能？你要讲他的说服别人的叫做理由，就好像纳塔雅胡说服这个美国的川普去打伊朗，他是有一套他的理由的。那我先告诉你，普丁怎么说？第一个，从2战到今天，美军的相对优势现在是最糟糕的，对吧？那尤其他弹药缺成这个样子，他很难再兼顾一个大的战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现在的解放军是中国5000年历史最强的时候。第三个，美国现在在国际的领导力，因为川普是他大概2战以来最糟的时候。第四个，习近平在世界的声望以及在国内的领导力是大概2战以来大概最强的，他所领导的国家机器是中国5000年历史以来最强大的。第五个，你还对赖清德有什么期待吗？赖清德100%踩到红线，他等到他踩红线你再动手吗？这第五个。第六个，现在国际最乱，每个国家都自顾不暇，俄乌战争在打，这个中东在打。第7个，川普最爱交易，记住，川普最爱交易，而且他现在最需要交易，他需要一个这个叫做大翻盘。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给他很多的条件，然后当然你可以想，是不是越往后拖是越好呢？第8个条件就是，现在台湾你看他买多少武器，看到没有？越后面，你未来动手死伤会越大。所以我动手，你动手，我们一起动手，解决我们几十年来解决不了的大事。
大家去想想看，你坐在习近平的位置，他跟你这样子去讲的时候，你会怎么决定？好，刚才这8点是舰长自己的预估哦，对预估普京可能会跟习近平讲什么。好，如果真的是这样，2027年啊，不就是正好印证了这个时间点吗？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川协会之后，大家还是关心哦，川普到底跟习近平的关系会不会有更大的进展呢？好，但我们看到啊，川普还是持续的疯狂发贴文哦。他当然晚上睡不着觉，就很喜欢发贴文嘛。但是他最近分享了跟习近平的友好合影，还有他用人工智慧技术炸毁伊朗战斗机的影片哦。我们看到5月17号呢，这个就有贴到他跟他一起这个握手的画面。然后后来呢，其实也有蛮多张哦。那他有说这个一连发布了10张的照片哦，都是跟习近平一起啊，包含在天坛啊等等的。那当然还有写说 We made American great again 就是我们让美国再次的伟大。好，那当然时代的重聚封面啊，引发了辩论啊，说这是不是全球力量的平衡正在东移？好，就是时代杂志的这个封面他甚至用了 reunion 重聚为题。那现在呢，这个川习会到底有什么样子的成果？川普访中带回的成果极少，有外媒觉得啊，这就是只对习近平留下了赞词好，这是路透社说，美国总统川普到了中国啊，2天对东道主习近平赞誉有加啊，不是有说他是伟大的领导人嘛好，但是昨天离开北京时并没有在贸易议题上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也没有获得北京当局为终结伊朗战争提供的任何实质帮助。所以也确实有日媒评这场川习会啊，是说啊，川普的节奏都被带着走，美方明显的居于劣势。好，这个是日媒华府之局的局长岩原永久他写到说，川普同一天虽然在受访时宣称这个行程非常的丰硕，但是着眼于跟美国进行大国竞争的中国面前，其实美方显得是居于劣势。所以美方目前跟中方的态势啊，看起来真的是有微妙的转变那我们先看到就是贸易的部分因为在川习会呢说氛围大于实质，美企 CEO 天团成果现在有人是打上了问号。好，我们看到了美国总统川普啊，带着号称历来最富有的一个访中企业代表团，说浩浩荡荡啊抵达了北京。但是这2天1夜的行程结束之后啊，其实对于这群身价总计超过1.07兆美元的美企执行长而言，这次峰会究竟带来多少成果，到现在都还不是那么明确。好，所以呢，现在也确实有讯息说啊，川习会之后，其实他们是续留北京，美国 CEO 会晤中国高层来拼企业外交。也就路透报道说，部分的高层计划在川普访美之后，还会继续留下来跟中国官员来会面，所以预估在未来几天才会公布更多的交易消息。好，那代表呢，川普谈成的美中贸易合约很少所以变成美国 CEO 自己留下来谈判好，那另外一个就是稀土了，因为看起来没有什么进展。那稀土去中化目前卡关日本呢还是依赖度反弹到76%，那欧洲巨当盘子。我们来看一些实质内容川普过去1年积极的拉拢企业跟盟国，试图要建立非中的一个这个稀土的体系，喊出要18个月达标。但彭博分析这场去中国化运动是蛮难的，而且内部的裂痕明显。日本不愿意彻底得罪中国，那欧洲担心市场扭曲跟成本垫高，所以美国可能在川普卸任以前都没有办法如愿。那现在说果然没让我们失望，美国砸了170亿美元搞稀土，结果现在连磁铁都造不出来，直接卡关最这个关键的筹码。还有饮食的部分，就是川普呢闭门午宴曝光白宫团队被排除在外，说吃汉堡薯条。这是一名白宫的随行记者最近在社群平台透露说，当美国总统川普跟习近平中南海共进午餐的时候，陪同出访的一些白宫幕僚记者团，还有美国使馆相关人员就只能留在外围的停车场，靠麦当劳外送来填饱肚子形成强烈的对比。那目前呢，中国有扩张海上灰带
派的海警船、民兵船哦，是离驻日美军基地只有241公里。好，确实有人认为哦，这是有一个主导性的势力要迫使其他国家退让。那要看到就是美国陆军有成立太平洋多域的指挥部，全方位的强化印太作战。然后他们就是将第7步兵师跟第1多领域的特遣队来进行整合。好，所以整个这个第1岛链的局势啊，还包含的是印太战略的部分，有一些不一样的观察。但是我们要看到一开始哦，就是现在呢，川习会结束之后，有人认为川普在这一次的收获其实并不大哦，尤其在经贸的议题上面，看不出有什么样子的具体成果。我们先问彬哥。川普大概是全世界总统最喜欢玩 AI 啊这些东西的。对啊，他都不睡觉啊。是啊，他是不是有焦虑症啊？因为每天晚上不睡觉都在发这些东西。那你发这些，除了让自己看起来很爽之外，好像也没什么其他的意思啊，反而会让人家觉得你是不是对很多事情太焦虑、没有把握，才会一直在不断的在做这些事。那至于说川普这一次去中国大陆到底有没有成果，其实表面上看来其实是有啊。中国大陆又承诺了要买波音，要买农产品，要买这个，要买那个，而且还承诺9月秋天的时候，习近平会回访。那看起来是成果丰硕啊。那为什么很多媒体都认为说，好像美国被牵着鼻子走？因为这些东西目前都还没兑现。那你这么多的 CEO 来了，其实到底成果是什么，目前也都不明朗。甚至你把黄仁勋临时找去了，中国大陆那边传出来的消息他还是不买 H200，所以这样看起来好像又没有什么成果。我觉得主要会出现这样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大陆在等川普兑现他的承诺，也就是中国大陆也不是傻子，也不会说好，我跟你谈完了，我就噼里啪啦全部都买了，然后川普就继续又摆你一道，理都不理你。不是的，你看川普为什么一坐上飞机马上接受访问就开始在讲台湾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他们讲好的，也就是离开再讲。对，中国大陆要求川普在很多他们认为非常重要的问题上面必须做明确的表态。那中国大陆视川普的表态来去判断他是不是要去兑现他们当初对美国的承诺。所以我觉得未来这个期间可能会拖到几个月，一路拖到9月，习近平会不会成型？我觉得这些都是中国大陆给的观察期，那就要看川普会做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不只是全世界媒体都会关注，我们台湾更是要密切注意，因为这恐怕会攸关台湾的利益问题，所以这一些我们都必须要去仔细去看。那至于说稀土这个东西，当初川普在那边找世界各国要弄个什么稀土地球队，是吧？来要说18个月之内就要解除对中国大陆的依赖，这一听就知道不可能的事。你光建个厂都不止18个月，对啊，你建完厂之后，你的精炼技术在哪里？你的货源又在哪里？这些都是问题所在。所以这种东西不是嘴巴讲一讲就会成的。这些国家当初也不是没有做过，实际上稀土危机也不是这一次才发生，以前就发生过。当时就是找不到好的解决办法，然后当时各国也都是说我们要建立自己的稀土产业链，结果呢10几年过去了，还不是一样，还是跟现在继续同样的状况。这个东西不是你想要就有的，所以我觉得除非美国愿意痛下决心，你要知道中国大陆当初是花了好几十年的时间，而且是一直不断的承受亏损，然后国家不断的去资助，才慢慢的把稀土工业建立起来。美国愿意做这件事吗？美国跟日本如果不愿意这样做的话，它未来还是建立不起来。那你还是在稀土上面要受制于中国。我们之前讲过，开采稀土没有很难，但是提炼、精炼的那个技术是最困难的哈。大东教授怎么看？对，我提一下这次这个川普的国事访问啊，虽然有些可能记者抱怨说，部分随行人员跟美国驻中大使馆的人员可能必须得去吃麦当劳，但从整体来看，我认为这次北京基本上是几乎是做到宾至如归了，在接待的层级跟规格上，应该都是用尽了苦心哈。但在具体成果方面，我也蛮同意，就是还卡在一个台湾议题的川普的表态。但川普的确是也表态，但我们也知道说，有些具体成果可能还要一点时间才能够比较清楚。怎么说？因为目前为止我们都是听到，都不是行诸于正式官方文字啊，不管是买波音客机200啊，或是300亿这个关税的减让相互啊，或是说所谓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双方的一些互相做出的承诺，都不是双方官方的东西。但我们对比一下，去年10月30号在釜山的峰会，釜山峰会之后是在10月31号
中国大陆的商务部跟外交部先出来是什么原则性的共识，就是几行而已。之后呢，在11月1号是2天之后，美国白宫这次跑出来叫做经贸成果清单，就开始比较巨细靡遗说，我们有中国大陆又做4项承诺10项行动，我们白宫美国方面会做什么？那中国大陆方面更具体、更细节的东西是到11月5号到10号，已经是峰会结束后的5、6天到7、8天，它的一些执行细节，还有政府相关公告才出来。那美国也是一样，美国总统行政命令才跑出来，所以有一点时间差。这一次就是2种可能，第一种就像我们部分媒体所预测的是，好像没有具体的成果，但我总觉得几率不高。要等我们看到具体的数字，不管多少亿、多少价、多少采购、多少如何，或者延长这个所谓的贸易休兵多少天，我觉得可能要稍微再等几天，也许就是下个礼拜会有比较明确的成果。但这的确还会建立在一些川普对于台湾议题的表态。但我们也看到，川普几乎是一上飞机就开始滔滔不绝，然后一回去美国本土就接受福斯的访问，讲出一些在中国大陆本土里面几乎完全没讲。对，有记者问他喊话，他都不讲。他非常的谨慎小心，都让我们觉得说，这是我们所熟知的川普吗？基本上问这么直截了当，他的回答是非常非常间接。非常的克制跟谨慎小心，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他的一个幕僚给他的一个建议或策略。那有些地方其实也可能是美国目前跟中国大陆之间对台湾议题最敏感的议题里面，可能有一些所谓的默契存在。这些默契存在，川普借由他的直接的嘴巴说出去的一些在福斯。那我们也知道，因为川普照理说他是几乎接受专访是来者不拒。那可能未来几天还有更多关于台湾问题的一些讲话，我们也不得而知。好，所以我觉得具体的成果，尤其是关于数字采购、大开放市场这些地方，我觉得我们稍微可能要再等一下时间，会有比较清晰的结果，也许就在下个礼拜。确实蛮多人说，川普因为是忍不住话的人哦，所以他可能会一点一点，好，我们要把它整个拼凑起来，可能才是整个面貌哈。舰长怎么看？首先要看在这川习会之前所有的人都在猜测说他们有。主要的分析有3个要谈的嘛，第一个就是经贸，这是最重要的，因为美中现在几乎就在打这个经贸战，经贸是最大的问题。第二个是伊朗，因为伊朗现在是全世界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嘛，那个油价。第3个说的是台湾，那现在结束了。那我们先看看经贸的成果。那刚刚2位来宾也都说过，这个经贸到目前都还看不出来。可是昨天商务部举办了一个记者会，他公布了5项，就是这一次我们的经贸的5项我把5项很仔细的看一下，我觉得中间只有1项是一个具体在有一个事情的成果，叫做什么？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就是说我们2国同意成立一个贸易一个投资理事会，意思是还有的慢慢谈的，这是一个其余4条，所有的4条通通是形容词，通通是一个态度，不是一个结果。好比说我们形成积极的什么什么的共识，好比说我们共同推动解决关税壁垒，好比说我们同意通过一定范围的合作，相互降低关税的安排，好比说双方就这个飞机采购同意什么引擎同意推进相关领域的安排，都是我们希望朝这个方向去做，有共识的，但是都没有价钱，都不是具体的，都没有数字。好，这是一个，这是经贸对不对？第二个，我们看这个伊朗基本上就是2个，就是习近平支持我们对伊朗的态度，一个就是去核。一个就是这个荷姆斯海峡开放，这个全世界你问谁都是同意，我也同意，大东老师也同意，斌哥也同意，那个叫金小胖也同意，没有人可能说不同意的，这全世界都同意。但是你的行动是什么？我派了一个好比说福建舰的这个航母这个战斗群去帮你们，没有行动，没有，都是同意。这第2个，第3个，可是第3个大家要担心台湾的问题，在川普离开北京之前一句话没讲。离开了之后，他就在飞机上接受访问，回去接受访问我就昨天把这个他所有的讲的话中间有关台湾的节略几句大家听听看看看这是什么样子。不希望有人走向独立，不要期望无条件支持军事行动，就不要期望美国支持你军事行动。会和台湾管理者，还不是台湾总统，台湾管理者讨论对台军售。6项保证就是绝不跟北京去谈军售的6项保证，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很快会决定如何对台军售，
是否会保护台湾？川普问他是否会保护台湾，他说什么？不需要9500英里以外的这个战争。各位，你听完这些东西，你认为川普在想什么？你还要他讲到什么样的很明确的方式吗？我觉得这个东西已经够明显了。那我觉得我看完这些东西，我只有一个感觉，如果我能够给国安团队一个建议，就是你为什么要把台湾的未来的命运交到一个川普这种人的手上？你能不能告诉我？他可以信任吗？你交给他你就安心了吗？他不会出卖你吗？你一点那种就是说我要怎么样把我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台独，你们在追求什么？追求台湾人最大程度的当家作主啊，是不是？你们现在当家作主吗？每天在那里期待川普对你们怎么样，这样那样，那些都是不切实际的。那你如何做能够去抓到最大的程度？不依靠美国呢？依靠自己呢？学一学马英九的和中。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这一节国际国内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前立委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军事专家施孝伟，主持人好，大家好；德州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履中老师，浅秋姐好，大家好。从美国赶回来了啊，不是因为川普啊，但川普从风尘仆仆离开了中国大陆，回到美国之后，从飞机上回去之后，一路就总算开始一直的发文跟接受媒体的访问，回到了正常的川普。川普呢，最新他是转发了《时代》杂志的封面，川习握手这张照片。什么都没有说，但他显然很满意这张照片或这个感受嘛。随后他在媒体访问的时候，他特别讲，在中国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别的人来到中国呢都没有那么周到。如果是拜登，估计连会面的机会都没有。那不知道是不是在美国最近被抗议太多了，感觉去中国特别的暖哦。白宫也在发影片回顾川习见面，看看这段画面。Of our nations. The American and Chinese people share much. Citizens have shared a deep sense of mutual respect. Commerce and respect that stretches back 250 years is the foundation for a future that benefits common. We value hard work. 看起来非常满意这一趟到大陆的行程，认为这个所有的过程里是个大胜利、大成功。所以呢，有一件事是他回来之后第一个发文关心的事情是宴会厅啊。所以川普想要盖宴会厅，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所以他到大陆去特别观察嘛。所以在国家高尔夫俱乐部啊，有个行程结束了一整天马拉松行程，特别停下来去看什么？看白宫宴会厅目前施工的进度哦。不过呢，因为美国参议院刚刚有个最新消息是裁定移除资金，这一笔资金大概约4亿美元左右，白宫宴会厅的修缮啊、安全啊、拨款。但是直接被删掉了耶。那这样的话，接下来白宫的宴会厅还能够做吗？是不是还有其他方法可以救济呢？川普心心念念去中国回去之后，第一件事情就觉得我也要有一个像这样的宴会厅。那么日本怎么看？前提我们谈过高市早苗的态度，而日媒是这样看的，就是华府的支局长他是这样评论，他认为川普访中成果薄弱，美中结构性的问题跟争点放在一边，川普节奏完全被中国带着走。川普同一天虽然在受访的时候宣称此行成果丰硕，但是看在着眼于美国进行大国竞争的中国面前，美方其实显得居于劣势，因为到目前为止，其实最新的到底经贸合作有没有谈出来一个成果？最新反而是这个，当川普讲了一大堆对台湾的议题之后呢，中国商务部16号晚间，昨天晚上正式对外公布，双方达成了5项共识，包括了成立贸易与投资理事会，推动部分的产品降税，农产品双向贸易，还有飞机，当然波音啊、发动机啊这些相关的销售是有具体的成果，5项共识。不过到底有没有数字要买多少呢？这个部分看起来只是共同推进当中，并不像川普讲一定要买多少台多少飞机多少的量，因为只有这个是中国将恢复什么从17州进口牛肉这个部分，也是美国农业部长来发布的，说因为他要出口的这个是大概牛蹄啦、牛舌，美国人不喜欢吃的部位到中国去卖，刚刚好附加价值就可以恢复到过去的水位哦。但大陆方面目前这些数字的部分都还相当的保守，那很多的美国媒体都在评析说，那
这些随行的15个企业家各自有拿到输家赢家，有谁拿到了单呢？那黄仁勋跟马斯克被说是空手而回吗？那么路透社的解析，川习会，尤其是这位华府智库的专家是这样看的：相较于去年美方试图透过145%这种关税去强硬的逼迫中国让步，如今局势是回到了稳定状况，表示美中已经从激烈对撞重新退回长期对峙的现实，但这个对峙看起来强弱之别也正在转变当中。其中被问到说，为什么华为没有代表出席招待川普的这个宴会呢？那么回应是说，这一次参加宴会的都是跟美国做生意的中国企业，苹果链啊、蓝思科技在美国建厂的福耀玻璃、辉达的总代理联想科技，或者是高通的大客户小米。那看到苹果啦，还特别现在在大降价，从川普离开之后，立刻去店头库克走了各店头。所以呢，像华为1/3的华美这个现在没有参加在其中呢，当然也有一些类别上的差异，或者是他们更核心在中国自己掌握在手里的科技价值。那么在很多的分析说，1/3这些访华的美国企业高层都有中国名字，17个人里头大概有1/3的人都长期使用中文的名字，成为中美商业文化交流的生动缩影。像黑石集团叫苏世民，还有意义的取义叫世界公民，高盛 CEO 取名中文叫做苏德卫，兼顾中文很容易读哦。然后辉达黄仁勋当然就 Jason 保留了他的华裔姓氏哦。这次到底谁输谁赢？刚刚做些陆续很多美国人的分析都对川普觉得很不好、不看好啊，或者是认为他是丢了面子、丢了里子吗？怎么看？川普显然非常重视这一次北京的习川会，他很少是诚惶诚恐的态度来对待这种所谓的高峰的会谈。你看看他从头到尾，他都是依照稿子练。很少脱稿演出，而且川普常常是开完了会以后，然后一坐上了空军1号，一回到美国，他马上就改变一种说法，他马上反水。可是这一次川普没有，代表他心里头是满意的，他觉得他这一趟的习川会呢，基本上面子是有了，那里子呢，当然还要看往后的发展。到9月24号，习近平夫妻回访美国的这个期间呢，大概就清楚，到底川普这一次的北京行究竟得到多少的里子。那么谈到里子的部分，我们就要去看川普带来的这个商贸天团。这个商贸天团大概有18个企业，这18个企业依照川普的说法，都是挤破头才上那一个空军1号专机的，但是其中有一个人，大家始终都把他忽略掉了，就是川普的老二 Eric 夫妻。Eric 平常很低调，他不像他的哥哥小唐纳德那么样的张扬，他也没有他弟弟巴伦那么样的长得那么帅那么吸睛。但是呢，他其实是川普企业整个家族企业的操盘人，他是乔治城大学的财务管理的专业毕业的，所以大家以前都在想啊，川普家到底谁在做金融交易啊？谁在负责操盘啊？我告诉大家，谜底揭穿，就是 Eric。所以 Eric 是整个川普在企业王国、商业王国里面最关键的人物。这一次为什么是 Eric 来？就是川普除了政治上的目的之外，他也要为他的家族企业在中国大陆布局。而且你看看这一次的美国的商贸天团过来的时候，他整个金融业占的比例最高，尤其是2家系出同源的资产管理公司同时到。这个对我们这种行内的人来讲，那实在是很惊人的。你看看，一个是黑石的苏世民到了，另外从黑石的资产管理部门出来的贝莱德公司，大家记得吧？贝莱德公司就是在巴拿马运河港口经营的争夺战里面把李嘉诚打败的那一家公司。贝莱德的创始人拉里芬克也到了，而他们2位
其实一直来的时候，一直是跟 Eric 混在一块的，所以从这里就看出来了，他们其实目标锁定在中国大陆的金融市场。中国大陆的金融市场是个特许的市场，所以需要有政治的影响力。所以你说到底有没有理智？就这些企业来说，当然有理智啊。那么有理智，他们基本上对川普的支持就会提高嘛。那至于在整个其他的部分，等一下我再来说。好，那么至于日本，日本其实非常的焦虑。本来高市早苗希望能够在川普到北京之前，是不是能够到东京稍微停留，然后他跟川普要做简报，但是没有得到允许。那第二个要求呢，退而求其次，是川普回程的时候能不能在东京也停一下，结果也没有如愿。那最后他只得到了什么？就川普在空军1号上跟高市早苗通了15分钟的电话。当然了能够跟川普在空军1号通15分钟的电话，如果是用在赖清德的身上，他当然就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可是对高市来说，他非常的焦虑，而且马上普京又要到北京去了。那这一来的话，现在是美国的军事力量在印太最弱的时候，在这个窗口期，那如果说中俄之间联手，然后又来日本进行了比较强大的一个军事的威胁，对日本现在的军国主义的复辟就会产生重大的打击。所以日本非常的焦虑，所以言语上很酸，一直要贬低川普这一次整个习川会大陆型的、北京型的一些成果，这是可以想见的。是，当然，美国媒体刚刚分析里有特别观察，像邱毅委员刚刚讲的，很罕见没有过境其他国家，直去直回。然后另外，像《时代》杂志，虽然川普很得意的分享那个封面，但《时代》杂志内容是没有给他面子的，是说在这次访问里，川普全程显得屈居下风，那甚至显得毕恭毕敬，那么以至于让这些美方的媒体对于他的形容都不会太好看。其实这次的川习会，我们现在慢慢沉淀下来之后，你会发现一场会谈各自表述，我也说了川习共识就是一场会谈各自表述。但有趣的事情是，当然川普还是维持他的风格，就是要放大来强调自己是胜利的。但是妙在于外国媒体呢，这一次对于川普总统的这一次的所谓的胜利呢，都某种程度都是打脸的，都是说他毕恭毕敬，都是说他其实在很多的内容上面是让步的。那当然我们在台湾看呢，可能大家有不同的解读，可是光是从川普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访问当中，都可以看得出来，他在跟习近平的对话当中呢，做了蛮多的让步，而且可能进入到了那个语境所以我们整个来看呢，川习会其实北京在做的事情，如果仔细来看，细思极恐，因为北京在做的事情就是要让你胜利，就是要让川普感觉到自己可以胜利。可是川普的胜利是在产业、在贸易上面的胜利，但是胜利也不是完整的胜利，因为北京放出来的讯号是跟你下一些订单，告诉你有可能，但是都没有确定的这个签署都是让你回去看看你什么表现。9月24号之前你表现好，我们就签。所以包括刚刚美国商务部、农业部等等的这些宣告呢，都是讲说17周可能可以开放啦，或者是说波音可以卖200架飞机，可是跟本来预期的750架有一定的落差。就像我们说的，北京其实就是在放讯号，告诉你说你回去看你怎么表现，我们再来继续来说我们到底会不会谈成有效查看吗？但是另外更重要的事情，这是川普他自己设定的川习会是在谈生意，可是北京其实只有一个议题叫做台湾，这才是台湾真的要看的。北京要谈的台湾呢，是钱能够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如果说台湾议题可以变成川普口中变成是所谓的产业交易的筹码，这是我们要非常担心的。那现在看起来川普总统自己不断的在强调的筹码说啦，台湾偷晶片啦，在他的专访当中一一的呈现，这对我们来说完全不是好事所以可以看得出来的是，谁才是赢家？国际政治讲的是，如果我跟你对话之后，我改变了你的战略行为、战略目标，那赢家就是改变对方的那一方。
川普总统因为这场川习会，在整个美国对台政策上面讲是讲对台政策不变，可是实际上已经开始释出9500英里对上60多英里，我们实在太远了。我不希望台湾有人觉得我们美国有美国做靠山，所以可以朝向朝向独立。这些讯号都跟过往的强烈支持台湾是不一样的。当然，你可以说不同的总统，可是这些讯号都告诉我们说，在国际政治的角度，双方的对谈之后，有一方战略行为改变，谁居上风很清楚。我们台湾比较真的要仔细考虑的是，当美国得到越多订单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付钱的、付出代价的，可能不是美国，不是中国，是台湾。所以台湾必须要面对现实。孝瑋，其实这次我觉得他整个川普访问北京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说北京是做足了功课。好，从欢迎他的仪式，你可以看到那天飞机到了这个北京的这个机场，然后下飞机，然后找了军礼欢迎之后，还有包含小朋友那边喊那个大学生喊欢迎欢迎，然后之后到了那个我们看到那个军礼欢迎军礼欢迎让这个解放军的这个仪队，然后呢让也读过军校的这个川普走到那边，居然还让举个手敬礼忘了放下来。其实说真的从这些细节上来看我觉得北京在这次的安排上是完全投川普个人之所好，也就是说他喜欢这些，然后北京排场，而且呢是那种可以打动川普内心的排场。其实像你这种国际之间的这种谈判，像刚刚翁老师讲的，我觉得真的很有道理。就是今天你是谁在这整个这个谈判或者说那个会谈的过程中是屈居领导，或是某种程度来说是引领整个议题的这个走向这个部分。现在你可以看起来，我觉得川普想要的确就是希望能够透过经贸，因为毕竟美中之间因为这个关税贸易大战，让双方其实都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冲击，而且这个冲击到目前看起来，在美国当又再度对这个伊朗那个用兵，然后耗掉了相当多的国家资源之后，显然是美国在这一方面是比较着急的。那所以那个北京方面，我觉得看着这一次的川习会，他非常的用功，先投其所好，让川普在那边之后呢，得到了他觉得想要应有受到这个尊重。因为你看他在那个访问的过程中你看他们的仪队，然后怎样讲到这些东西，你听得出来，川普是非常开心的。那他在很开心的这个情况下，这个时候习近平他也自己说了，他说其实那天晚上国安晚上我们整晚都在谈台湾的问题，但是你看我们的国安单位被告知了多少，或是我们的政府被告知他们谈了多少，其实这到现在来说你可以从我们现在这个政府的这个那个反应一片鸦然你就可以说我们可能知道的真的不多。而且真的我也很认同这个翁兄所说的，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个谈判在战略形势上很大程度的改变了。为什么改变呢？就是过去你说这个雷根政府时期这个6项保证，那6项保证那个川普居然就直接拿来说，这是那个1982年什么什么的这个事情，然后怎样，意思就是1982年的事情已经不能再拿到2026年来谈了。但是其实如果今天对台湾来说，这个1982年给你的保证到2026年没有经过任何的过程就失效了，哇，那其实就变成说，你今天你美国人对台湾说的哪一件事情到底是可靠的？这个其实也像这个翁兄所说的，如果今天那个中国大陆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让台湾本身内部开始对美国产生怀疑的话，这我觉得反而是一个比较恐怖的事情。也就是说，其实台湾现在内部已经有包含，就是说对美国的这个态度有所谓的友美派、以美派等等。因为其实台湾能否在国际上能够安全的这样持续下去，很大一个原因也是因为那个有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嘛。虽然说我们不敢讲说这个承诺真正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到底会做到哪里，但是我们一直是要依靠这个安全承诺，然后让我们大家在这个地方安居乐业，然后觉得很放心。但如果说今天这个安全承诺没有了，变化了或者像这次的这6项保证这个川普说那是1982年的这个事情，那这个时候台湾内部是不是那个辩证会越来越多，反而会让我们走向分裂？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个人觉得对台湾政治稳定，或是说对这个国际政治的这样一个，或者说应该对台湾周边局势的这样稳定来说，我觉得的确不是好事。美国总统川普前脚刚走，接下来俄罗斯总统普京准备要访中了习近平表示，在结束川普的行程之后，普京将在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同时表示呢，在双方共同的努力之下，中俄各领域的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第10届俄中博览会也是17号、21号在哈尔滨登场。那么普京也特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联合早报是这样报道的：15号川普刚走
中俄两国的官方16号就同日宣布，这个时间也立刻几乎是无时差，马上就宣布。那么应习近平的邀请，普京会访中，这是北京罕见在短短1周之内连续接见美俄两国领导人访华。重点会是什么呢？普京跟习近平见面，担心的总是其他国家，例如像印度的媒体说美俄在抢中国的石油市场，说中国大陆是最大的客户要买原油，所以背后恐怕会美俄两国对中国石油市场的厮杀吗？美方正试图成为俄伊之外对中国的替代石油出口国。当然，印度也是关心石油这件事情的，所以他特别关注这个角度。而阿根廷同时也有一个风向，刚刚这个大家说关注全球其他领袖发表了什么，欧洲国家相对沉默之外，阿根廷是怎么表达的？中美关系的和缓外溢到其他国家了吗？阿根廷总统米雷伊所领导的亲美阿根廷政府呢，罕见的批准一座由陆资企业持股过半的这个锂矿进行扩建这个厂那布伦伯认为这个是对以美国川普政府为首的这样子的一个政府来讲很罕见的消息。路透社报道，英国的外交大臣古博即将6月2号要访中，已经有各国的领袖这个安理会成员国也都陆陆续去了。那么古博的到访被关注呢，是预计跟深圳商界见面。那么英国首相施凯尔是在1月访中的，当时中国官媒就表示双方同意中英要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同意解除对英国的议员有7个人加以制裁的这个事情。那么英国政府1月也批准中国在伦敦市中心新建新巨型使馆的计划。那其实这对比起来更清楚为什么川普的目前的态度是如此。德国的态度最有意思德国总理梅尔兹说，我仍然崇拜美国，但目前不会建议子女到美国去求学位就业。最近跟川普当然吵得很凶了那这个话当然这时候特别凸显川普执政之下对所有美欧盟友关系的紧张跟紧绷的关系。双方不管贸易、乌俄战争、伊朗战争这些冲突争执不断，对于北约联盟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压力。那么科技部分来看看，这次虽然到底科技谈了什么美中没有太进步的消息，但是可以看到全球的市场电动车的需求增加，中国大陆的品牌在欧洲受到的蛮高成长的欢迎。以销售数字来看，全球电动车需求，中国品牌在欧洲市场持续攀升。4月中国电动车出口量高达40万辆首4个月出口量是140万辆，是去年同期的2倍多。曾经跟美国联手要抵制包括高关税等等的欧洲，现在市场也已经全面开放了。云辇这个最新发布引起了大家很大的关注。2015年王传福说有一个消息，大家说你有没有吹牛啊？他说电动车其实不用4个轮子，什么2个轮子也照开不误，怎么回事？这样的车还要备胎吗？就是不需要，前轮爆了把它拆下来扔掉也可以。现在给大家看的画面是3个轮子也可以移动可以开的这个最新的展示画面。刚刚的画面就是刚最新发布的，它就一台车的3个轮子就可以直接行走很远的距离这个距离还可以到你要到任何很长的距离都可以做到。所以5月13号比亚迪发布的这个车子呢，当然引起了很大的关注，跑完了一条模拟的越野赛道。那么另外张雪机车也被说很红5月16号最新在2026的世界超级电单车的锦标赛再度拿下冠军，已经是张雪机车的第4冠了。拿下第1冠的时候，人家说哇，好像奇迹一样随后第4站也出现又是冠军。那么他还幽默讲说我们已经习惯拿冠军了，该怎么办嘛？也就是在科技这件事情上面，赛道美中还有跟全球越来越再来趋近，不管是各种的科技竞赛里头，也不再是这些国家可以瞧不起的这样的对象了。委员，中国大陆在整个全球布局上面可以看得出来是越来越细腻，包含了这一次跟川普之间进行了川习会以后，很快的接着普京就要到北京。普京到北京重要性在哪里？除了他们一定会谈到伊朗的问题，尤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的问题上，中俄之间的看法是不大一样的。就中国大陆当然希望霍尔木兹海峡赶快开放，让整个油价能够恢复到正常。可是就俄罗斯来讲，
俄罗斯当然希望继续的消耗战打下去，这样子对俄罗斯会更有利。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大家别忘了，现在在哈尔滨正在举行中俄的博览会，也就是中俄之间的进一步的战略合作，其实正式启动。尤其最重要的就是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也就是俄罗斯的远东地区的开发，中国大陆是高度的介入。现在第一步就是在黑龙江跟乌苏里江交界的地方，叫做黑瞎子岛，现在已经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合作的活动。那么当然除了中俄之间以外，还包含了什么？还包含了中国大陆跟非洲，中国大陆与欧洲，还有中国大陆与中南美洲与拉丁美洲之间的各种的合作关系。刚才讲到阿根廷的总统米莱，阿根廷总统米莱，你知道他有个外号，就是拉丁美洲的川普，他最喜欢学川普。但是问题是啊，他现在也在现实的考虑之下，他不得不在中美之间取得一个互动的平衡，而且川普也知道他的后花园啊，也就是中南美洲，其实已经开始有松动的迹象，所以他在出发到北京之前，他也跟巴西的总统鲁拉见了面。为什么？因为鲁拉基本上是比较倾向于跟中国大陆有互动的，所以在这整个的过程里面，你可以发现中国大陆在下一盘棋，而在这一盘棋里面，那么事实上美国是重点，俄罗斯也是重点，欧洲也是一个重点。好，那么接着我谈我感触很深的一个部分了，因为我们特别谈到张雪机车，张雪是一个80后的农村出来的，完全没有家族企业背景的年轻人，然后现在由一个摩托车的一个车手，一路发展出来，成为世界扬名的机车集团。好，那除了他以外，在5月14号的晚上，刚才有提到，在晚宴里面参加的，像蓝思科技里面的周群飞，周群飞原来也是一个农村出来的女生啊，也没有任何的背景啊。刚才浅秋还提到了比亚迪的王传福，然后在5月14号晚宴里面跟马斯克一起拍照的那一个小米的雷军，我看到他们2个人就想到什么？你知道2002年的时候，当时王传福拜托我说，能不能去参观一下郭台铭的富士康？郭台铭还亲自招待他。结果你看看20年的时间，比亚迪的进步的速度那是惊人的。同样的，小米当时雷军也去参观特斯拉，那时候马斯克也出来啊。但是现在也是经过了10几年的时间，他也逐渐赶上了成为特斯拉的重要的竞争对手吧。好，我为什么说我感慨？你看到大陆出现了许多80后，甚至还有90后的、70后的这些年轻一代的企业家，那这些人基本上突破了阶级流动的限制啊。有些人家里很穷啊，靠着努力，他就可以最后成为人中龙凤。所以大家说大陆内卷的很厉害，内卷很厉害，确实很残酷。但是内卷很厉害，也刺激了狼性，也刺激了进步。反而台湾在整个阶级的流动上已经僵化了，因为阶级流动僵化，就告诉你，你天生如果在富有的家庭，你就是富有的；如果你在穷苦的家庭，你很难出头了。这才是台湾造成少子化国安问题的非常重要的关键的原因。社会的阶级一定要让它流动串通。我今天穷有什么要紧？我今天穷，我只要努力，我就有成功的机会。但是大陆现在有，台湾现在还有吗？翁老师，川普一直讲习近平是他的好朋友哦，不过普京到访，当然关系又更是不一样。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30周年，中俄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我们在台湾呢看所谓的国际上面的国际政治中美之间其实一直要强调的一个现实是，中美之间现在基本上已经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平起平坐，川习会再次的验证。那平起平坐之外呢，其实要了解北京现在真的就是以自信的大国自居，所以这一次的国际政治的角度看这个外交的讯号。真的就像我们说的，历史上很少见到北京同时在7天之内连续接待2个大国，而且是最重要的美国跟俄罗斯。它传出来的讯号是什么？它传出来的讯号就是世界上现在只有我中国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吸引大家都想要来找我，不见得是一定要达成什么样的协议，但是大家都想要来找我谈这件事情，就已经证实了我中国现在的地位在国际上面绝对是不可小觑的。更不用说之前的德国。之前的其他的国家想要拜访北京，接下来6月份还有英国，这些国家之前在美国所谓的中美对抗当中，看起来都是比较选边站的，可能是对中国比较激烈的。现在回到国际政治的现实，尤其是当川普总统他的态度出现了变化的时候，大家都想要找一个保险，所谓的保险就是赶快的修补跟中国的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也看到很多人的话术说法都改变了。德国的总理讲的话就很有趣了，他说他仍然是崇拜美国，但是自己的子女不会去，所以这一段话短短的一段话，前面是虚的，后面才是实的。虚的是我崇拜美国，这个是虚的；实的是我的子女不会去。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谈话的时候，你应该很清楚的了解，现在的中美竞争在台湾真的要看清楚，2个国家2个大国之间的竞争，千万不要再抱持着意识形态说，哎呀我们不喜欢，所以他一定很弱，他一定有很多问题。刚刚邱毅委员邱老师也讲到了，可能中国在对外的关系，而且也讲到了中国现在的产业的进步，而且大家往前走，往前都想往上力争上游。我常常说，有一句话叫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科技来自于人性。中国大陆或者是我们亚洲的人性是什么呢？我们就是力争上游，苦可以苦一阵子，但是我们不想苦一辈子。在台湾过去也是这样，现在中国大陆往前冲，不是因为政治上面，你都会说政治，哎呀，都是限制啊，都是这个不自由的。但是你看看中国制造，现在已经制造到张雪机车，我自己也在看张雪机车的这个故事生命力太强了。大家就是科技来自于人性，想要发展也是人性。14亿人口有多少人是想力争上游的？它就出现了摆在眼前的，包括了比亚迪，包括了张雪机车。我们如果不认真的面对现实，我们就真的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现在美国会如此的担心。再补充，在拉丁美洲，川普一直说西半球是我们的门罗主义或者唐罗主义，可是你看看拉丁美洲的阿根廷总统米莱是亲美派，我们再推敲，如果米莱没有得到川普的默许，或者是如果米莱做这件事情接受来自中国的投资，川普是非常反对的，他能做吗？他不能做。换句话说，即便是在拉丁美洲，即便川普想要施用所谓的唐罗主义在拉丁美洲发展或者是控管，他也必须要面对现在自己跟中国也想要维持友好的关系，拉丁美洲这个投资他是可以同意的。小伟，好，的确，我们看到现在10年河东，10年河西啊。那个过去中国大陆在1949年这个把那个中华民国赶到台湾，然后开始之后呢，当然有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在这个世界上来讲，它的这个发展跟做法，并不是跟这个世界上的主流的做法是连接在一起。但是你也可以看到，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以后，他们的进步变得非常快，然后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然后到现在，他们其实整体的这个国家发展，的确，当然说跟台湾比起来，好像我们比他们早，因为我们比他们富得早，所以我们某种程度来说，对看着中国大陆有一定程度的优越感。但是像比如说我去年9月去了一趟这个深圳，看很多就是说包含中国大陆现在这个硬体的这个设备或者说硬体的这样一个发展。当然，我觉得不可否认，中国大陆软体也就是人，它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但是他们的硬体包含像车子等等，像华为的这个车子就是说你进到一个华为的这个展示间，你会发现哇，华为这个展示间从手机到车子通通都卖。然后你在台湾是根本可能想象不到这样一个情况，而且当你坐到这个华为的这个车子里面以后，你会发现它包含它的这种人车界面，然后以及各种的这个部分来说，的确一个很大一个部分是实现了这个中国大陆2025，就是中国制造2025它所想要达到的这个目标。那这个目标它达到了，然后背后所显现出的这样一个战略意义呢，也就是今天中国大陆为了要能够让那个人能够过更好的生活，然后能够有一个富足的生活，同样的。它其实对外
对外策略上来讲，其实反而变得这个极为谨慎。这个部分其实从中国大陆这个1949年这个现在的这个中共建政以后，其实就呈现这样一个情况，它对外动武或对外使用武力一直是极为小心跟谨慎的。大家可能会觉得这跟台湾现在我们这个执政当局所宣传的这个样态好像很不一样，但其实真的是这样。那在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看到他当对外动武，然后那个极为小心谨慎，而对内不断的透过各种的那个科技发展以及经贸发展等等，提升人民的这个生活水准。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的这个那个整个的国力是向上起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就像两位所说的在中国大陆1个礼拜之内让美国还有那个俄罗斯的领袖纷纷前去中国大陆进行这样一个国事访问这也代表了中国大陆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在国际社会中它本身的这样一个影响力。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你可以看到俄罗斯因为这个俄乌冲突，然后美国因为它跟伊朗这个冲突，都相当程度的耗损它的国力，反而中国大陆这一路来都没有经过上一次他们对外动手，基本上是1979年的那个惩越战争，到现在其实它并没有在这方面有太多耗损它国力的这样的行为，所以这个时候中国大陆它本身在这个地球上来说，它的这个力量会成为跟如翁老师所说，跟美国成为一个平起平坐的这样的地位。说真的，这种情况对于台湾来说，我们真的必须要很小心谨慎应对我们西边的这个大邻居。